你这种的是什么呀？小白菜。保全弄的菜籽？不是的，这家里每日都有倒椰香和倒垃圾的车出去，所以托他们偷运些菜籽进来并不难。椰香。喂，别人是好心才会冒着风险帮我们忙的。我也没说别的。你说了。福德毕了，还有心思玩呢。速来书房议事。开府之后，府民用度都是由少主名下庄子每日送一部分，再到街上买一部分。现在闭门思过，只能等内务厅调配份里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想必你们也都看到了。所以我们自己种菜。其实菜你的菜长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刚问过厨房了，幸好年前还腌了咸菜。对，小人之前特地留了萝卜和雪里红，应该够全府上下半个月的粮。但我觉得光吃食物还好说，眼下最棘手的是天气还没回暖，炭却不够用了。我已经想好了。所以少主、李卫，除了这段时间要管理好府中事务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想出个方案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郡主，借一步说话。这个什么家？这个这个怎么样？你没看看这哎呀这个眼神，哎我家这个过不过来？好了好了，拿回来。哎呀，虽然闭府了，但还准我们吃期少主送来的开府山河，太感人了。来，都是姐妹，吃吧。哎，侧夫人先请吧，我们一起吃啊。哎，你们看，现在都可以哈气了。啊！去！我们来比比谁哈的气更大吧。双肩比夫夫。哈哈！侧夫人，我赢了！你这什么赢了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哈，我们也哈！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是，我这过的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这我倒知道，都2月18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这么浪费光阴下去，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你们这是3缺1，就等你了。我这还有公文要看。快打粮吧，要不了多长时间。自己上公文给我，我帮您收好。筹码在这儿一样多，很公平。好吧。就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作弊啦？跟他打牌很难赢的，他会算牌。真假的？我不信，再来。活了。再来。活了。哟。活了。
哎呀，神机妙算啊！神机妙算，什么妙算？不玩。这孩子真是。那我一可儿没了，不玩了。哎呀，继续，别这少主，要不这样，这个咱们是不是越打越冷啊？咱们要不外边活动活动？赞同。也行。以此线为界啊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每人3个啊，套中了就是您的了。来，哎，我要那个红色的镯子，那镯子是我的，你跟他没有缘分，那一会儿就是我的了，看能套中不？嘿，没有套中，套不中。我还有。我试试。哎呀，这确实有难度啊。对。我还有一个，套不住。恭喜宋人套中翡翠镯子1个。没事，你再套嘛，宋姑娘。换点有难度的吧。我想要那个花瓶。那个是啥？靠点。走。哎，那就差一点。没事，哎呀，就差一点。哎，要不然让我试试啊？试。哎，刘大叔，套中了就是您的。哎我先试一个。哎，侥幸。那你掏那个冷水壶。真的假？运气。那是那个你盆栽。我的都给你了。继续，你靠远点，等着那个。谢谢，这是镯子，轻点吧。老陈，哎，你是来进货的吧？你呀，入错行了。上桌去。要不我们再找一些东西来套？好啊。这好像能套的都在这儿了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地方，元英郡主的房间我们没去过吧？哎，元英郡主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壁画，他把那天我看着放这儿。元英，我背后怎么有点凉凉的呀？玩得很开心嘛。我让你摘了吗？府都逼成这样了，你俩还带人玩？我看你们心不光是大，是大的，能装下整个九川了。郡主，这避府期间大家都很紧张，偶尔放松一下也并非坏事嘛。少主要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了？还有你，没个正形。已经15日了，按最不乐观的计划，也该有眉目了。可现在呢？我们可以罢了。按我原本所想，下个月我都能回金川，可如今，我原本想信任少主，但眼下少主的一举一动，都实在令人担忧。我不能再放任不管了。是我导致了避府，是我对不起郡主，但请相信，过不了几日，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奏效。妍妍，你就不要你说。别给我来这套。如今嫡长主与三少主同管方事，三少主屡次报城，夜间执勤人手不足，
既如此，就让2个新上朝的弟弟跟着你历练一番吧。是。老三，二哥，这老五和老六亲厚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现如今故意把他安插进来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哎呦，二哥你多虑了，多虑了呀！就是这夜市确实挣钱，弟弟我靠夜间出摊赚了不少。二哥，你不是一向不愿意管夜市吗？可自从你把老六教训了以后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实在管不过来，我的确是缺人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过是见利眼开。二哥懂我，只要户政司的原本的人不要再动了，就随你。谢二哥体恤。三少主，啊，所以三少主管辖夜市，是你们在背后不患寡而患不均。父亲牺牲我是为了平息嫡长主和朝内元老的怨气，但对于父亲而言，我呢，还是一枚有用的棋子。可若是想再多用我，就要让外人觉得这不是偏袒，而是一视同仁。我听懂了，不就是等五少主上朝，还让他帮忙吗？啊！嫡长主和户政司那些元老，对夜市毫无兴趣，更不知如何管辖。但对于父亲而言，开放夜市是极其必要的。我那个兄长只会收拾我，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。少主那份计划我看过了，看着倒比金川的侠礼手段还要完善些。那郡主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带回去，就当做是我的谢师礼了。倒也不必，我会为金川量身打造更合适的举措。苏总管，是时候将少主的计划交给三少主了。哎，等，但我们不是封府了吗？信怎么送出去呢？李卫想的法子，交给倒废料的师傅，让他带出去。你自己去办。拉上5个，也算是给他谋了个差事。咱们呢，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等等，什么是下一步计划？寻找能熬夜执勤的青年兵丁。这有什么用？这开放夜市之所以那些老臣不满，就是因为太累了。这夜市可以开放到亥时以后，那他们这些人就不得不熬夜赶工了。所以啊，要招募熬鹰战士来管理夜市。这份工种对于体力要求极高，所以不必局限于科考人才。这样一来，底层人士就有了机会。但我觉得应该培训一下，不然素养参差不齐，怕惹祸生事。此外，还需增加薪资补贴，采取轮休制。休沐期间，让执行者跟请来的先生念书，提升素养。我们商议过了，等夜市稳定之后，让女子也尝试经商。女子擅长的手工艺品、美食小吃，很适合在夜市售卖。这个，你们倒没同我说过。我们也只是想想，毕竟是在新传，女子抛头露面总归是不太好的，执行起来也有点困难。但我认为可以一试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也，女子经商，听上去就很了不起。你女工这么好，只要你愿意，自己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。我怕外头人不仔细，以后夜市的流水账册，还请少主让我再核上一遍。有劳郡主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他吃了吗？没有吧？还是活人吗？他不累。好像少了些什么。
是不是应该加一道防伪的印记啊？我竟没想到，还好你细心呀。少主的用度都是内务厅采买之后直接送到府上的，荷包大多数时间也都是苏总管在保管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收掉。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哎，侧夫人，少主，宫里来人了，宣您婚定问安呐。哎呀，你兄长的棋艺都是孤教的，可是偏偏到了老五那儿啊，怎么教也下不会。没想到你的棋艺已经这么纯熟，算准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输给孤，才不着痕迹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高人教你的。儿子都是看书自学而来，没有人教。哦，老三和老五管理坊市的那些举措，背后也有你的手笔吧？若是父亲想让儿子为逾矩道歉，儿子定会俯首；但如果川主想让儿臣为僭越请罪的话，恕儿臣不能为。说说看。新川虽为九川之首，最为强盛，但许多观念却固步自封，传统守旧，不如金丹而传。幸好父亲清明，统一了方式改制，才得以让农工商并行，新川经济大有发展。可就是这样的举措，还是有很多人出来阻挠，所以儿臣心中有方缺，不敢直言。但说无妨。虽然夜市推行大获成功，但只是打破了时间上的限制。如果想更进一步的话，就要打破区域上的限制，不再局限于东方西式的传统概念，要在百姓的群居之处设立商铺。另外，如今的金铜钱携带累赘，恐成负担，或可推行新币。父亲，您看，这是新币的图样。你不打算再交入铜钱？其实线下坊间已有商贩用纸器代币交易往来，而且史书亦有记载，前朝曾有变法者用加盖官印的纸器代币，只不过疏于管理，未能沿用至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完善制式，加强管理，推行新币，未尝不可。你想得甚远，胆子很大呀。儿臣愚愿，但如果一味守旧，明知可以改变却作弊上官，这才不是良臣所为。请父亲责罚。那就罚你推孤在手谈一局。嗯。曹夫人，曹夫人，怎么了？曹夫人，您救救夫人吧！她看着账本呢，忽然就昏倒了。我们想出府请郎中，被拦下来了。旨意还没到，断不能放你们出去。六少夫人可是金川郡主，出了什么事？你们有几个脑袋能赔？万一你们是胡扯，责任就在我们身上了。热闹了，难道还要抬出来给你们看吗？不然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放过来！中秋公园那天，你是用什么办法让火着那么大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我。
启撤，开府。醒了，夫人醒了，感觉好点吗？曹夫人，请借步说话。刘少主夫人身体底子薄，从前就积劳成疾，如今风邪侵体，致旧疾复发。下官给开了几副金钱利胆汤，但切忌劳累，须得好生将养，否则长此以往，恐有碍寿元。有劳太医。郡主身体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想着藏账本呀？今日是今日毕，郡主，郡主啊，郡主，太医都说了，你再这样劳累下去的话，连寿元都会有损。你这样拼了命到底图什么呀？我跟葡萄虽是从内务厅过来的，但是早就把您当成了真正的主子。我从前受教就知道要对主子说吉祥话，可是如今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对您说的话会变成盼您长寿。你不能再这么消耗自己了。是啊，郡主顾着点身体吧，您还这么年轻呢。我从没认输过，可恨我这身子骨太不争气了。郡主，你歇会儿吧。没让你认输，让你劳逸结合而已。泽夫人，你快劝劝郡主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什么药喝吗？这看账，我已经学得七七八八了，想着能上手帮帮你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，放自己几天假。你休息之后，就会发现这天不会塌，反而自己肝胆双全了。天下责任心共10斗，您呀就占8斗了，就分给我一些吧。休息。你怎么不让我回房里睡啊？郡主心疼您，说让您多睡会儿。你起来了，昨夜休息的可好？对不住啊，郡主，昨夜都把你赶到客房睡了。你熬夜看了那么多账本，理应多休息的。那些账本我都看过了，问题没有什么。你确实进步很大。你怎么又要看账本了呀？不是说好了要好好休息吗？你说的对，要劳逸结合。我躺够了，也得起来劳作一会儿，否则骨头都懒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一个修仙的真人，根本就不要休息。你现在呢，也不是在打8段锦，是在吸取天地灵气。
为了尽快康复，我制定了一套锻炼计划：早睡早起，每日早8段锦，晚5勤戏，3餐定时定量。以后全府人也得一起遵守。我们理解的劳逸结合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既然账本都已经看完了，那不如今日就好好的休息一天。可是，根据我今日的安排，春天都来了，天气这么好，你相信我，好好的休息一日会恢复得更快。走。哎。我从未见过有人放风筝还这么一板一眼。不应该吗？应该啊，只是如果不那么紧绷，再放松一点会更好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就是很努力的在放松。哎，玩不了了，就让它随风飞走吧。其实，你也能像这风筝一样，活得更自在些。你那么努力，想必金川卓和金川夫人肯定对你很严苛吧？但有时候，或许不用那么努力做到完美，放轻松一些，可以快乐一点。坦白讲，第一次有人在意我快不快乐，而不是做得好不好。或许你的父母也这么想呢，只是父母之爱子，则为知其深远。他们或许想你是全是美的，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，恰恰是我至亲之人认为我不该追逐的。那我们元英郡主怎么会认输呢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元英郡主都是最棒的。所以你尽管去追寻自己想要的，他们日后便会明白的。前路遥遥相望，世间多光，好景还长。冷暖风霜，有你在身旁。那么你呢？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惊喜中，爱在生长。夏风渐息，烈日灼，直到是寻常。秋叶落幕，等你我。我想要的都在这里。的篇章，冬雪过后是暖阳。春花无惧，惊喜中。爱在生长，夏风渐息，烈日灼，直到是寻常。秋叶落幕，等你我写下新的篇章。冬雪过后是暖阳。昨日步履在脚下，跌跌撞撞。今宵之梦在指尖，缓缓的流淌。明天的路，任你我，共赴岁月悠长。今夜并肩向远方。
十一呀，要想搭好这个呢，首先你得先了解榫卯的构造。你看，这个突出的部分叫榫或者叫榫头，凹进去的部分呢叫卯或者卯眼。你看，他这么小哪知道榫卯结构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当先生当惯了，这么小个小孩也不放过。寓教于乐要从孩子抓起，一刻也不能懈怠。来，十一，你试试。再来试试这个。十一，你来拼拼这个。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做什么都不带我？怎么没有带你啦？明明就有。元一郡主来了府上之后，你都不带我玩了。而且现在我们开了府，我也不用到宫里去上学了，我就天天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，真的很无聊啊！你们还笑我吗？好了好了，下次我们做什么都带着你，好不好？你说的，来吧。这个我也会。刚才都教过你一遍了，你怎么还不会呀？你才笨呢，你练的还不如我呢。你怎么不如你了？本来就是我，你看我一拼，你再拼一个。少主啊，少主，侧夫人叫您去陪十一少主玩呢，这都想您了。这是上面的。您还没写完呢。那我告诉他们，小点声。真聪明。算了，家嘛，热闹一些挺好。自打侧夫人嫁进来之后啊，咱这家确实热闹多了。我看您也比从前高兴了呢。不错不错不错。承邀上官敬君主，东市还原酒楼一叙。字写的好看了不少。落款吧。我也真是荒唐，居然答应带你出门玩。哎呀，你最好了，咱们把海棠姐他们一起带上。夫人，侧夫人，送去嫡长主府上的帖子被退了回来。小厮打听了，说是郝家姑娘被嫡长主下了禁令，不许与咱们府走动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郝家是侧夫人，接触外界的机会本就不多，她这不许那不许，这样关下去，人是会出问题的。咱们府再下帖子过去，反倒不好，得借其他夫人之手，迂回的把人带出来。怎么样？这回是五少主夫人下的帖子，正好少主进宫婚定了，夫人也没仔细看就收下了。结果啊，发现只请了你一个人，还不高兴了呢。太好了，收了帖子，按规矩我就能出府了。可要是少主回来知道了，知道就知道，我出不出去，他回来都会接着关我。但我要是害怕不出去，迟早会来他的掌中之物的。你别跟着我，别人问起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把自己摘干净了，知道吗？侧夫人，快进屋吧啊！侧夫人就这么出去了，回来少主定会将罪。夫人，不开心吗？你说，郝家他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他出去后会有什么后果，可是他依然会这么选择。他是个糊涂的，自然是比不过夫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上次少主对他动了手，我这心里面就冷得更厉害。其实以前我也爱出去玩，宫里的人都夸我伶俐，风头不亚于现在的金川郡主。只是后来
少主他捏了我的错处，他也掐了我，进了我的足。夫人不是说了要忘记这件事的，那之后少主不是对夫人又好了许多吗？是啊，原本是忘记了。来，姐妹们，这第一杯庆祝我和袁先生解除禁足。这第二杯敬袁一先生，要不是他以夫人的身份下的帖子，我们就很难聚到一起了。来，敬袁一。这第三杯，敬终于可以一起出来玩的天下第一美人郝佳。敬天下第一美人。什么天下第一美人啊？你们都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而且是最仗义的美人。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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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32杯，敬九川合盟，让大家都能乱嫁人。这个好，干了，乱嫁人！来来来，乱嫁人！云云，你喝醉了。我没有，我很清醒。你现在要是问我6少主府里，从2月到4月的账，无论哪一天，我给你算得清清楚楚。那猴年马月、猪时辰的账你记得吗？你不信我是不是？我现在就给你算啊。这1月大。诸位，今日咱们便说说坊间最为风行的话本的《绝世独宠之思倾城》。又是这说这邪王叶龙腾啊，就这戏本子，在我们丹川，他开不了场。我小时候在燕川倒是听过不少这样的话本子。这如今这戏本子起的名，都是这风格了。那要是叫什么李铁柱、王富贵什么的，还不配有故事了。摔入了这龙腾的怀中啊！叶龙腾看见这位弱不禁风的女子，走路都能将自己绊倒的模样，听不下去。去哪儿啊？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位穷困的少女。住嘴！你在讲些什么呀？跟你说了，用骈句，用骈句。不，你这学堂文章不是写得很好吗？怎么需要的时候就憋不出来了呢？你这么写，怎么能显得出我的劳苦功高呢？啊，对，当然你也有一份小功啊。哎呀，这么写更加清晰明了。这夜市的功劳，别人看不见，那百姓还能看不见吗？呀，这远处还有酒楼开着呢啊！这夜市对酒楼肯定也会有影响。为了增加竞争，自然会增添经营的时间。长此以往，对兴商也会有好处。我有很多铺子现在也在开着，这夜里的生意不能丢啊！少主，少主啊，少主，3少主，哎，怎么了？5少主啊，找到咱府上了，说都这个时辰了，女眷还没回家。他看了那个5少夫人的帖子，知道是被咱府上的侧夫人拐去团圆酒楼了。他想去找吧，他又不敢，是不是派我来找你陪他一起去呢嘛？老六，那你去看看，这个女眷聚会啊，也实属正常啊。是，虽然这天色已晚，但是不要发脾气。对，快去，您的女眷也全在。成何体统！在哪个酒楼？现在的话本
都太烂。原以为是以女子为主的故事，结果还是只能靠男子才能解决问题。但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子的，女子不会随随便便摔跤，她们靠自己的双脚就能站得很稳。所以以后不要再写这种话本了。我们靠自己也能获得幸福，你们能做的，我们一样能做得很好。好什么好啊？这哪儿来的疯婆子呀？啊，喝成这样，还当着这么多人说这种离经叛道的话，你丢不丢人？有你这样的女人吗？我们该如何，不该如何，难道是由你说了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守妇道规矩，你简直丢人现眼！你才丢人现眼！你自以为是恶语伤人，不懂分寸。难道我要在乎你这样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吗？要你管呀！闭嘴！你到底是哪家的女子？要你管！你既不占理，也说不过我们，就要找我家里人告状。如果你实在不懂尊重人，就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对，出去！出去！赶紧滚！不欢迎你！怎么办？你来干这事，还是穿上车？来，快，都把脸挡上！哎呀，多丢人呐！啊，快，脸挡上！你们一个个的，快，带上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够了！三哥，真不愧是你家马车，真能装啊！别说那些没用的啊！你没好好管管你们的女人，这胡闹吗？这不是？我丢不起这人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快上！上我车吧。好。没关系的，别担心。来，行啊，慢点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夫人，酸梅汤醒酒的啊。醒酒。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这样出去喝酒了。你挺能喝呀，喝了多少？一点点。喝，再来3壶。这一点点。3壶是他喝的，我想了没拦住，所以就喝成这样了。以后你们要是再想喝酒，那至少跟我说一声吧。一定，一定说。一定说。我先把他送回屋了啊。哎，慢点。哎呀，这还挺像郡主。你这郡主喝多了不也这样吗？少主罚您抄这么多遍，得写到什么时候啊？抄不完还不让您吃饭。别误会啊，今天少主在我房间睡，我心情好，
所以吃了个宵夜，散了个步，这不正好走到你这儿了？我也吃饱了，剩下的就赏你吧。多谢夫人。谢什么？又不是专门为你做的。夫人，我与夫人之间原也没有什么，不过夹着一个有问题的男人。怎么？你是在给我认输吗？是讲和。最近我与老六共管夜市，他生意上帮了我不少，我不好在他面前说什么。可你们也太不像话，在酒楼玩到那么晚，你们就不知道会想你们吗？行，停！哎呀，摇得我头都疼。行了啊，我知道你们口是心非，一直不好意思承认我在乎你们，一个个的淘气。海棠，今日婚定请安的时候，川夫人让你明日进宫一趟，说跟你聊聊子嗣的问题。不，这事儿我就纳了闷儿了啊！你说你们几个进府都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一个有动静的吗？算了啊，今儿有点乏了，都散了吧。等等，白露今晚陪我吧。我今晚危险。我替你去。是少主，你是白露啊？是你的鹿啊！我怎么看你那么像霜降呢？你们真的是在一起待时间长，这一个个的越来越像了啊！哎呀。川夫人，请喝茶。看过太医啦？是。回川夫人的话，三少主夫人身子并无大碍。那就得让老三去瞧瞧了。你也是的，身为夫人，老三的子嗣才是你最该关心的，可是你竟然毫不在意，还要我来问。当初也是看你老实，才把你选了给他，结果你还真是老实，推一把动一把。这都是海棠的错，切不堪大用。若是可以，还请川夫人下旨把海棠给休了吧。我不过就是说了你两句，怎么就说这样的重话呢？还说不得了。这是妾的错，妾不配做三少主夫人，理应自请下堂。海棠，你这是说的气话，还是真的想被休了？不能休，不能休！川夫人，川夫人，我与海棠夫妻情深，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，我都是不愿意休了他的。好了，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。老大有一个女儿，老二倒是有3个，一个夭折了，另外2个还不是嫡出。母亲，儿子已经尽力的在开枝散叶了，奈何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不能生养。想来大抵是他们都出身太苦，小时候没有养好身子吧。儿子身为男人，是不会丢下他们任何一个人的。老三，要不你再去看看太医？
是，儿子一定找大夫，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瞧瞧。我是说，你也一起去瞧瞧。啊，这个母亲不必担心，儿子知道怎么为人丈夫。他们瞧病，儿子一定在身边悉心照顾。明天就去。听闻大夫是千金科圣手，我家娘子多年不愈，还麻烦您帮看看。好，请夫人进来吧。进来吧。都往前站啊！都往前站，站好。这么多，一部分，一部分。啊，你们别紧张啊！这宫里的太医如果诊断出你们有问题，你们就留不下了。所以我在外头请了大夫，这外头的脉案呢不入册，你们不管谁有问题，我都能保住，放心。来，海棠，坐。你们都排好队啊！哎呀，大夫，还辛苦你帮挨个看看，到底哪个有问题？这么多个都没有孩子，那你觉得会是谁的问题呢？就是不知道嘛，所以才请您看看。你，哎，这个药，您坚持每日服用，早中晚各1剂。我吃，他们不用？不用。眼下墨川的事最为紧要，今年是庚子年，每60甲子，我川都得送数名贵女去墨川通婚。可如今宫中适婚的女子甚少，李斯也迟迟拟不出名册。你们几位可有什么想法？不妨说来听听。主上，墨川与我川乃是多年盟友，不可开罪。儿臣本愿大义让亲，忍痛远嫁吾妹庶玉郡主。但庶玉贵为嫡郡主，以川夫人之女相赠，恐令墨川太过得意。思前想后，不甚人选，也就只好委屈琳琅郡主。父亲，不可呀！琳琅才13岁啊，她就是明年后年出嫁，她都嫌太早啊！儿臣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请父亲三思啊！父亲，你得三思啊！行了行了，在朝堂上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快起来！是。母亲，宗儿，主上怎么说的？不会真的让淑玉嫁到那种地方吧？母亲放心，庶玉是嫡出，咱们也不可能送出去通婚的。但是按父亲的意思，他也不想嫁老五的妹妹，还得再找一个人，免得祸局淑玉。你父亲呀，是哪个女儿都不舍得。墨川那种苦寒地方，哪是人待的呀？老大被派去驻扎，几年前回来了一趟，瞧那样子，都没有人模样了。母亲放心，其实儿子已经有一个主意了。三弟家有那么多女人，何不挑一个貌美的，母亲收作义女，晋封郡主，嫁出去也就行了。老三来啦！问川夫人安。二哥，三弟来了。方才还说到你来着。听到了。三弟家美貌女子甚多，
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拔尖的，正好给父亲分忧啊。二哥，我也想为父亲分忧，只可惜我家那几个都出身太低微，连公级都没有。宋家墨川少主实在有违礼数啊！就算是给他们安了公级，封了郡主，可这事情一旦败露，这不是把两川的关系放在火上烤吗？那是吧，母亲？世才啊，在母亲面前我不好说什么，免得让他老人家以为我们兄弟失和。但我听着，你好像对我的提议很是不满呀。呀，我哪敢对二哥不满呢？我就是觉得这主意会反噬到二哥。二哥慢走，我的结亲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，跟海棠并列最好，也是你配打主意的。啊，爹！要想彻底解决舒玉之危，就要尽快的选出合适的人选送到墨川。册封义女确实是个好办法，但老三说的也有道理。如果选一个身份低下的女子送上去，实在是不妥，反而会影响了两川关系。其实也不是没有人。要说义女，宫中不正好有一位吗？主上亲自册封，这种荣耀，还是咱宫里独一份吧。姑娘，主上一直都对何夫人收养你这件事颇有微词，怎么突然就要册封你啊？这一件事好的不像真的，肯定有猫腻儿。金平，你非得每天一个被贩卖小技巧吗？这样把你打包了卖个人牙子。册封我，那当然是因为我美貌惊人，才华横溢，智勇双全，鹤立鸡群。哎，小心点儿啊！怎么回事？这还有坑呢！哼哼哼。所以，川主封我为克宁郡主，是想让我以川夫人嫡女的身份嫁去墨川。主上，这孩子都高兴得傻了，还不快快谢恩？主上，宋武相貌平平，才疏学浅，胆小怕事，机灵合群，配不上这样的恩典。祈求川主、川夫人，你们大发慈悲，宽宏大量。宋武，你身为何夫人的义女，如今又册封为郡主，理应为本川分忧嘛。别紧张，出嫁时一定按嫡郡主的规格，把你风风光光的送走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哎，少主啊，这个春雨真是说下就下，要不咱们先用膳去吧？莫慌莫慌，小人这就去关门啊！哎呀，哎，这雨下的，哎呀，宋姑娘，哎呦，宋姑娘，哎，不是宋姑娘，你不是这少主，你看这，别啊，哎呀，太欺负人了！
着了风寒，把感风灵喝了吧。到底怎么了你？这是。他们说，风会刻进去住，然后叫我穿的最后叫车的走了，我直接亮。说什么呢你？他说他被封为了克宁郡主，就要被送嫁去墨川，嫁妆都送来了，还给他量了尺寸，要给他做嫁衣。找我去，我还都是什么好事？结果竟然发卖了我家的墨川的地方。他以为有什么好事呢，结果是要把他发卖去墨川。丧尽天良，这种倒霉郡主谁爱当谁当。丧尽天良，太气了！这倒霉郡主谁爱当？宋武好些没有？能好吗？快哭死了！我不会看他往火坑里跳的。逃婚这个事儿吧，我有经验，不过需要你担些责。你有经验，你也没成功啊！别打岔。这样就去不了墨川。此事确实有先例，我来吧。川主舍不得自己的女儿，就把主意打到了父母头上。可谁家的女儿不是女儿呢？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哎，你看啊，新墨两川关系特殊，新川需要墨川守着长生关这个门户，而墨川苦寒需要新川接济，所以才有了这嫁女之约，让彼此安心。即便我们不愿意，但这确实是为了大局考虑。大局，以牺牲女子为代价的大局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站在两川的角度分析问题。那为何牺牲的偏偏是女子呢？牺牲就是牺牲，别搬出所谓的大局观。这个呀，是我在内院学堂特制的称定告假专用色。但那个时候和小姐妹们玩得太开心了，就没用上。现在就给你了。光是装柔柔下功夫，终归是骗人的把戏，还是得再逼真一些才好。其实我也这么觉得，得让宋武中过毒什么的。哎，你放心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要吃点小苦头。这不合适吧？合适，这太合适了。我要是不吃这个苦，我就得吃成婚的苦。我可以。元一先生，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交给我，我拿手。你有事儿就先忙。这是要做什么？你忘了，这苋菜与甲鱼汤同时会产生毒性的。开府宴的时候，吴少主已经试过了，不过有空心菜汁在，就不会有生命问题。哎，那为什么我先前做的养胃红杏汤也在这儿呢？好眼力啊，就是按照你的方子调配的，格外香鲜。到时候你喝下去，然后在外人面前吐出来，那效果可太逼真了。我试试。
北方郡主之后，就一心想嫁往墨川，要为新川献上自己的一份力。可眼下，还是做不到了。我死后，就把我埋在去往墨川的路上。我的墓志铭就写：空有报效赵君之，可怜薄命，花前死吧。你看这孩子，属下官愚钝，克宁郡主应该是得什么病？应该是绝症。以诊脉的结果来看，郡主只是脾胃受亏，这脉象倒是比平常女子还要稳健3分呐。你确定？若是公开诊脉，我们自然会提前打的宋武脉象部分。但如今只有您一个人知道，若是泄露出去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打谁了。还请太医对外声明，克宁郡主气血双亏，命不久矣，不能远嫁。若是太医肯发善心，救下一个薄命女儿，让她不致远嫁，也算是功德无量。下官明白了。那下官告退。我送你。哎呀，又拿后果一击。你跟兄长吵架了？兄长，还是说少主？干嘛突然改口啊？哎，别打岔，你和兄长就是吵架了吧？很明显吗？你刚做的那一步，小小的动作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男女有别，难免会有想法冲突，只需要时间说开就好了。你们二位，一位是尹征的夫人，一位以前争个长争个短的，现在却来劝和我俩，这人物关系属实有点复杂，画本子都不敢这么写。听闻克宁郡主病了，这是主上与何夫人的一点心意，都是些补药还有宫里的丸药。问过太医了，能对郡主的症候啊，有劳。那小人就先告退了。您慢走。哎，留步。好，都收起来，都收起来。送膳房啊！啊，送。近几日太医院为了宋武跑前跑后的，可有为难你们？这个宋姑娘有夫人和侧夫人看着，没什么问题。这半个月的膳食单子，前后有3拨人来查过，我都按照夫人和侧夫人所说的遮掩过去，没有出岔子。少主，那这么看来，川主与何夫人是新郎？自然没有，咱们这些小把戏早就被他们看穿了。只不过母亲疼爱宋武，咱们要唱这出戏，他自然会陪我们唱完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咱们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出戏唱好。再让宋武装上半个月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哎呀，少主心思缜密呀！对，我一定祝福宋姑娘，这个病要一步一步的好，好出层次来。对，去吧。哎，你来，我叮嘱你2句啊，这个膳食是，补药还得给上，对，是不是？我绝不
淑仪嫁到墨川去的。妾早就不想做这川夫人了。宫里的女子比我体面的还少吗？但这一天，我只要还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要护着我的淑玉。哎呀，姑爷不想如此，这不是为大局考虑吗？所以只能委屈淑玉了。宋武病得蹊跷，这谁看不出来？只是主上偏疼何夫人，怕她伤心，这我不管。但是不能因为她就让我的淑玉去死。大局当前，妾不是不体谅主上，但是还请主上另择淑女吧。这墨川使者已经来都城的路上了，眼下一个人选都没有，那到时候如何交代啊？如果宫里的女儿不合适，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孙辈们？少主们享受着新川的荣耀，也应该为新川分担。老大的女儿平安已经20岁了，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婿，还没有出嫁吗？但是平安的年纪要比墨川少主长2岁，以前从来没考虑过她。民间常说女大三抱金砖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是依靠着新川，咱们还能履行旧约，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老大驻守墨川，将平安嫁过去，也不失为上选啊。是啊，这样他们一家还能团圆呢。哎呀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你就喝药吧，你身子本来就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怎么能放心远嫁呢？师娘没用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保不住。其实也没那么糟，祖父让我嫁去墨川，女儿认下就是了。认个屁！我尹坤的女儿，是他们能摆布得了的吗？